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9月30号。今天最重要的新闻呢，就是美军800名将领紧急的集结在弗吉尼亚的海军陆战队基地，三军总司令川普和战争部长黑克塞斯发表演讲。这种肉身紧急集结在美军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今天呢已经揭晓了。黑克塞斯呢要求美军整体向备战转向，并且发布了10项命令。咱们一会儿呢来谈细节。另外呢，就是昨天我们提到习近平呢原本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后计划到韩国去参加 APEC 会议，但是昨天呢，南韩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突然取消了在首尔已经定下的新罗酒店，引发了外界的猜测，是不是习近平权力有变啊，以致导致南韩之心有变呢？昨天呢，咱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那就是习近平是否会出席北京9月30号的所谓国庆招待会。如果习近平在突发政变中下台，那么国庆招待会呢可能取消。事实上，习近平是出席了招待会，并且发表了讲话，但是呢，退休常委无一参加，这个呢又是什么信号呢？第三个话题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呢未能达成两党的协议，美国政府今天午夜时分将正式关闭。明天呢，川普将开始启动公务员大裁员计划。就是给白宫做预算的这个主任呢，他讲大概可能会最多裁员达到30万之多。另外呢，就是美国政府最近在健康照护领域发起了重大的改革，咱们一会儿呢来说一下细节。如果您认为这些话题很重要呢，麻烦您动一动手指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我在9月28号这一天呢做了一期节目，谈到呢这一次这个军事会议这样的一次秘密的紧急的召见所有的1星以上的将军聚集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呢，是美军战略的一个重要转变。我当时说呢，美国可能会从防御转为进攻，而进攻呢则是最好的防守这就是我说川普呢把美国的 Department of Defense 就是国防部转为战争部的原因。在那天的节目里面，我提到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呢在代际转换之际，由于武器和战争模式发生变化，实际上中共已经对美军造成了重大的威胁。打一个比方来说如果过去我们都生活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我的冶铁技术比你好或者我的工程战术比你好，我的弓箭比你射得远，这个呢都可能让我在战争中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突然之间，我们已经不再是冷兵器时代了，我们已经进入到坦克大炮的时代。那么过去弓箭的制造技术和工程技术已经淘汰，也就是说，过去你不管制造弓箭的技艺多么的先进你的工程战术多么的先进，但是呢，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尽管美国的武器，不管是战斗机、导弹，还是导弹的拦截系统、航空母舰、电子设备，乃至军队训练和各军种之间的配合，都远远的强于中共。但是随着 AI 时代的来临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呢，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呢，已经是大大的缩短了。中共这边的海军呢，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已经超越美国海军，成为全球最大的舰队，它的制造速度和规模远超美国。美国的造船工业则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供应链的瓶颈和高成本的问题。中共现在每年造船大概是美国的232倍。另外呢，就是无人机已经成为现代战场的核心，而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生产规模巨大。尽管在高端的军用无人机，美国呢是相当的超前，但是小型的战术无人机都是依赖中国的部件。也就是说，如果在无人机的对决中，你还依赖敌人给你制造武器的话，可想而知这个战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乌克兰呢，它的导弹还不足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本土或者是很纵深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了，这种远程的无人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呢，在俄乌战争中，很多的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的港口，还有就是俄罗斯的发电厂，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而且这个无人机呢，在乌克兰这方面的话，已经形成了一堵这个战争墙就是说，如果俄军想突破这款战争墙，占领乌克兰更多领土的话，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就是无人机已经成为战场的这个核心的武器，而在无人机的制造方面，中国的产能要远远的超过美国。中国一年可以生产数百万架的无人机，而美国呢不到10万架就相差几十倍之多。而且美国武器所需要的芯片40%都是由中共提供的。
这些硬核数据啊，当我在星期天给大家提出这些数据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对美国的安全深感忧虑，包括我本人。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急关头，如果美军还在继续沉迷于政治正确和 DEI 当中，还在沉迷在什么变性当中，那么今天的美国可能就是它在军事上衰落的起点。那么我很高兴的就是看到今天美国的战争部长黑克塞斯在发言的一开始就强调了我在9月28号的时候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黑克塞斯在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他说我排在第一的座右铭是渴望和平者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他说这句话呢，其实来自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美国战争部的网页啊，已经全文刊登了他们的部长黑克塞斯的演讲。他说我的第一个座右铭的话就是 Those who long for peace must prepare for war 啊，就是那些渴望和平的人必须要准备战争。他说这句话呢，其实起源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此后一直被反复提及，包括美国的第一任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他说这句话概括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为了确保和平，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然后呢，他说从此刻起，新恢复的战争部的唯一使命就是作战、备战、准备取胜，并且用实力求得和平。黑克塞斯接下来就谈到了中共的威胁，他说这是一个紧迫的时刻，越来越紧迫，敌人正在集结，威胁正在增长，没有时间玩把戏，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要防御和避免战争，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好准备。我们的力量是和平的力量，我们要么准备好取胜，要么没有。然后他说，你看在这个紧急关头，当然需要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弹药，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更多的潜艇，更多的 B-21轰炸机。它需要更多的创新，需要更多的人工智能，需要领先于时代的潮流，需要更强的网络效应，需要更多的反无人机系统，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快的速度。然后呢，他说美国是最强大的军队，但是我们需要迅速变得更加强大，时机已到，任务紧迫，此刻需要恢复和重建，聚焦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造船业，并将所有的关键部件转移到国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黑克塞斯现在看到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在代际转换中，中共这边的追赶速度啊，所以说他呢要重振这个制造业啊、造船业，包括这个无人机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潜艇等等。然后呢，他说正像川普总统所做的那样，这需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出来分担责任，说美国不可能包揽所有的事情。自由世界需要真正硬实力、真正的军事领导力和真正有军事能力的盟友。所以川普其实在上台之后一直是拿鞭子抽欧盟、日本，希望他们能够迅速的武装起来，包括南韩，希望他们能够迅速的武装起来，能够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盟友，而不是简单的依赖美国的保护。然后呢，这个黑克塞斯说，陆军部正在处理并优先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我下个月就是应该是10月份将发表演讲，展示我们正在紧急推进的速度、创新和代际采购的改革。他说同样我们在这个西半球面临的威胁的性质，以及在遏制中共方面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他将在专门找一天，就是将来啊会专门有一天他去发表演讲。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啊，就是我们美国的作战部的部长能够讲出这些话。这些话其实也是，当然我人微言轻，我在这儿再说的话也没有用啊。我能够看到他讲出了我一直在讲、一直希望看到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欣慰。这些可能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啊，更没有人愿意为此做出改革、做出努力。那么黑克塞斯接下来的话，他想怎么去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呢？这就要说到他在今天所颁布的10项训令。在具体讨论这个话题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这个进入一个工商服务信息哈，简单的休息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断货1个多月的这个 Gen X 黑高兹啊，现在已经补货上架了。前段时间来询问和来回购的观众是可以下单了哈。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买这个黑高兹呢？一个是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公道，在这个中国大陆啊，这样一瓶黑高兹呢，售价是大概$300，我们这里边2瓶售价是306，所以呢，这就等于已经相当于他们的一半了。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输入我们在屏幕上显示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的话，那么你还能够额外的得到这个15%的 off， 就是能够再打85折。我把这个优惠码打在视频的左下方哈，大家可以看屏幕，就是 TL Time。那么同样呢，就是说大家这个买了之后的话，
像以前一样，我们可以包邮到北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这个黑高兹啊，确实是效果非常好，它获得了这个美国 FDA 就是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和加拿大卫生部的认证，在稳定血糖方面疗效非常的显著哈。有一位88岁的专栏作家苏先生在服用黑高兹之后呢，血糖从高风险的180到200降到了140左右，即使是偶尔饮食不注意呢，也能保持在150到160。他说呢，不仅仅是血糖指数的变化让他感觉更好，更是生活品质的提高，睡得更安稳，精力更充沛。这个黑高兹啊，这个吸收率大概是95%，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漂亮，这么一个小瓶，这个用这么1小勺啊，大概就是1克的样子哈，大概就相当于6根这个西洋参的精华。而且呢是温补不上火，适合于全家长期的调理。我们都说健康是最好的投资，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有血糖、体虚或者是精力不足的困扰，真心的推荐您试一试啊！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368-8878口头下单。OK 啊，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接着讲黑格赛斯的10项命令。我必须要说呀，这个黑格赛斯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美军变革的核心。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好的政策都需要人来制定、来执行、来评估、来完善。而当一个好的政策深入人心的时候，如果每一个士兵都能够去符合执行、坚守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其实这种政策就变成了一种军队的文化。所以黑格赛斯一上来就讲到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黑格赛斯他讲，他说如果说我在过去8个月当这个国防部长和战争部长的工作中学到了什么样的核心的这个教训呢？他说那就是人事就是政策，那就 personnel is policy。简单的说就是用人的问题，要把最优秀的人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去，而且要建立一种部队的作战文化。那么过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是吧？最优秀的人派到最合适的位置去。那么过去美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就是因为美军过去啊，黑格赛斯讲被愚蠢鲁莽的政客逼得专注于错误的事情。他说这一次演讲，大家注意到哈，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一次演讲，就是为了修复过去数十年以来美国的军队在下降的这个趋势。他说有些趋势是显而易见，有些呢是隐而不显。换句话说，今天的演讲就是为了结束对战士的战争。也就是说，过去这个美军呢有很多的政策的话是在压制美军的战士啊，打击他们的士气，这个不让他们做这种足够的训练啊，不让他们有这种足够的作战能力。也就是说，过去美军的很多政策的话是对美国战士的战争。他说现在我们正在结束对战士的战争。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出于错误的原因提拔了太多领导人，基于他们的种族、性别配额以及所谓的历史性的第一。哦，你是第一个变性的将军啊，你是第一个这个黑人的将军。他说我们假装作战兵种和非作战兵种是同一回事，我们打着双盲心理评估的幌子清除所谓的有毒领导者。这里边的这个 toxic 就指的是那些坚持常识的人啊，所以但是在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大帽子之下，这些人就变成了有毒的领导者。然后呢，他说军队呢提倡规避风险、随波逐流、墨守成规，而不是这个勇于作战、勇于决策。我们只想不犯错，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之下的话是没有办法打仗的。我记得有一次跟方伟在讨论这个，为什么川普能够迅速的清理掉，就是比如说叙利亚能够结束这个 ISIS 啊，就是把它给彻底打残打没。很简单，其实美军并不是打不过他们啊，就是因为过去美军的各种政策捆住了美国士兵的手脚。现在的话呢，黑格赛斯将解放他们的手脚，让你们所有有能力的人放手发挥了你们的能力，要把这个仗打赢。他说过去我们有一个觉醒的国防部，就是 woke 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整天想着什么变性啊、什么同性恋的这种国防部，想着怎么用美国纳税人的军费去给美国的士兵做变性。这种事情的话以后不会再发生了。黑格赛斯在这一次的全军将军大会上猛烈的抨击那些大腹翩翩的将军们。他说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以及全球各地的领导岗位上看到大腹翩翩的陆军跟海军将领，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我们军队的形象。他说你必须符合身高与体重的标准，从今天开始联合作战部队 Joint Force 的每一位成员，这作战部队哈，无论军阶都必须每年接受2次体能的测验，同时每年2次进行身高体重检查，服役的每一年都要做这样的检查。所以就是他把这个标准呢，就是对体能训练的标准啊，对你对武器熟悉使用程度的标准，
回到了1990年，他说那个标准是非常好的，只是说后来我们为了比如说引入更多的女性，引入更多的变性人，为了让他们能够留在军队，我们把标准降到他们的那个位置，他说这是不可以的。黑克塞斯呢今天发表了10项作战命令，就 10 new combat directives， 他说这些指令的话呢，旨在恢复军队的战士精神，叫 warrior ethos， 就有点像咱们不能拿那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做一个比较哈，但是确实是要恢复这种武士的精神，要结束所谓的觉醒文化，这个 woke culture 啊，要结束这种woke culture 啊，要把它回归常识，而且呢要强化军事标准，必须要达到。他这10项训令是这样哈，第一呢就是要加强身体素质的要求，提升整体体能的标准，以确保部队在高强度作战中的耐力和效能。这个他说，这个过去作战呢，你作为一个士兵的话，你该背多重的武器，你就得背多重的武器，急行军，对吧？你不能因为说这是一个女人，所以说她背的武器可以少一点。他说有的地方的话呢，如果要是女性不能够达到标准的话，我们宁可在部队中不要女性，全都是男性。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对女性的保护。你想在战争那样一个残酷的氛围之下，你把柔弱的女生送到这个战场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是很多地方的话，它就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对吧？我们是在打仗，敌人可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你让一个敌人的男人去消灭一个美军中的一个女性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都是第一点就要加强身体素质啊，就确保部队在高强度作战中的耐力和效能。到第二，军风纪要引入新的仪容规范。规定更严重的，就它叫 grooming protocols 哈，在统一外貌，提升纪律性。他说再也不能够梳那种乱七八糟、那种各种各样 fancy 的那种大胡子了啊。然后呢，这个再也不能强调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留长发、变性，男的像女的一样留着长发。他说以后给我部队里边的这个男人给我把头发都剃短，胡子全部刮掉啊，就是而且要身体要健硕啊，就是要健壮。绝对不能够再大腹翩翩啊，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军队的风貌。他说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部队将采用最高的男性标准作为作战标准啊，将最高男性标准叫 the highest male standard 作为作战岗位的基准，可能减少女性在某些作战角色中的参与，以突出美国力量的形象。那这是第3点。第4点呢，结束 DEI 这种优先政策，反对基于多样性的招聘和晋升，优先考虑作战效能而非身份因素。我管你男的女的，我管你这个到底是这个是同性恋还是不是同性恋，我不管，黑人或者是其他别的人我都不管，我只看你能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岗位对你的要求啊 ，meritocracy 啊，就是基于你的能力来进行官员的选拔，就是完全是唯才是举，再也不要有什么 DEI 这种事情。他说第5，调查霸凌事件，处理改革。以前呢，就是比如说我认为，比如说一个人认为他是变性人哈，就是他是一个男变女，他希望你称呼他这个女性的代词，如果你称呼错了的话，在部队中这就叫霸凌啊，然后就要对你进行处理，这完全是 BS。他说现在呢，要结束对霸凌调查的过度的强调，要转而强化团队的凝聚力和传统的军事文化，这是第5点。第6点就是恢复传统的军事纪律，强调将军事和 civilian society 啊，就军事跟就是平民之间的分离，强化进攻而非防御的心态，以进攻为最好的防御。第7就是优先美国国土安全和西半球防御，就太平洋这边。太平洋这边的话，当然指的就是往中共那边走了哈，调整战略重点，防范本土威胁并威胁印太地区的对手。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的焦点放在印太地区，放在美国本土，而不在就是对于欧洲那边、北大西洋这边的话，先不管呢，就是不是说不管了，就是先以西太平洋这边为优先。换句话说，就是以印太地区为优先。第8条叫做裁减冗余的高层机构，合并指挥部，这个尽量的精简部队的机构，这是第8条。第9条的话，提升武器采购效率，优先用商业解决方案。其实中共这边的话搞这种军民融合呀，就是用商业解决方案去解决军队的问题，因为商人是为了挣钱嘛，他注重效率，然后呢要降低成本。那么美国这边的武器采购的话，也优先去选择这种商业解决方案，然后呢走那种快速采购的路径，减少官僚主义。第10呢，就是整体文化的变革，通过解雇不符合标准的高级将领，包括先前解雇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哈，并警告更多的人事调整，
以注入最大杀伤力，而非法律限制，就是能让部队能够有最强大的这种杀伤力，而不是对部队施加各种限制。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就是我真的是希望美国能够恢复到二战时期的那样的一种鼎盛的强大。那个时候，美国一个国家的这个航空母舰就超过全世界所有其他别的国家的航空母舰的总和。美国当时一个国家的黄金呢，就是占有全球黄金的70%。美国当时一个国家的 GDP 的话，就占到全球 GDP 的51%。就是很希望通过美国这样的改革，能够让美国的军队迅速的强大起来啊，让美国的军队能够充满这样的一种这个英雄气。这个呢就是讲一下川普也出席的这么一次全军将领的会议，900人的将领，对部队的文化、对部队的规章制度做出重大的调整。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军队回归常识。就凭这一件事情，我觉得黑克塞斯真的是一个很这个胜任这个位置的国防部的部长啊，或者战争部的部长。说完了这次这个美国的重要会议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大陆的政局。昨天咱们提到这个习近平啊，突然之间取消了在首尔的新罗酒店的预定，是不是他的权力地位发生变化的问题哈？其实呢，我对这一点其实一直是觉得持有一种否定态度啊，或者是深刻怀疑的态度。因为昨天政治局会议嘛，还在强调习近平怎么样，习近平怎么样。如果习近平真出事的话，政治局会议是不会那样报的。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中就讲，我说我倒不认为习近平真出事哈，就是说虽然他取消了新罗酒店，我说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真的出事儿。然后呢，我说否则政治局会议的报道内容就不是那样了啊。然后呢，我说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能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习近平。其实不仅是国庆招待会了，习近平啊，在2014年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把每年的9月30号，就是中共所谓11这个国庆（的国庆）之前的那一天呢，变成了所谓的烈士纪念日。于是呢，到这一天，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每年的9月30号，习近平都要率领所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举行敬献花篮的仪式。每年的9月30号都去。那么今年9月30号的话呢，当然习近平也去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习近平啊，什么赵乐际、李强，这都是排好的哈。党内排2号、3号的人物，什么蔡奇啊，什么王沪宁啊、布拉这些人家，加上陈希啊什么之类的话，就走出来。这完全是整景了哈。习近平又是走在第一个嘛。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什么政治局委员呢，什么2高4副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人哈，他们就出来，所谓的敬献花篮。所以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仪式上来看的话呢，习近平的地位还是相当的稳固。然后呢，晚上在所谓的这个国庆的这个招待会啊，就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国务院总理李强来主持，7常委和这个副主席韩正呢都出席了。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哈，就是所有的这个元老，就是已经退休的政治局常委都没有出席啊，是不是意味着说元老在跟这个习近平较劲呢，是吧？是不是不给他面子呢？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按照这个中共的规矩啊，只有逢5逢10的国庆招待会才有这个常委出席。那当然，所以这一次像李瑞环呐，像温家宝啊、贾庆林呐等等这批人的话，他们就都没有出席。这个以前呢是逢5逢10的国庆招待会是由总书记发表讲话，如果不是逢5逢10的这种招待会呢，是由总理李强讲话啊，或者是总理讲话。但是习近平呢，2023年开始打破惯例，国庆招待会每次也由他亲自讲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中共啊，这个在习近平发表完讲话以后呢，这个马屁文章滚滚而来哈。这个呢就是新华社的报道，马屁文章。然后呢，不仅如此哈，就是这一次在举行的所谓的国庆招待会上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等等啊，包括曾经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这些人也出席了招待会。央视画面显示哈，24位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当中，失踪大半年的这个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仍然没有出席啊，这肯定是出事了嘛。而其他那些在地方这个就是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这个封疆大吏的这种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和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呢，也没有出现在镜头前。根据这个网上的信息啊，他们当天在各自主政的地方都有公开的活动。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啊，这个上午是去这个什么献花圈，然后呢下午这个献花篮啊，这个下午呢这个晚上这个招待会，反正一切都是例行公事，一切都是行礼如仪。所以这个习近平执政的这个垃圾时间呢，看来还是在延续。另外呢，最后咱们再讲一下这个美国这边的事儿哈，简单的说两句。美国政府呢，因为参众两院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达成两党共识，所以说美国政府在今天午夜时分，就是10月1号的0:01啊，就要正式关门了。川普呢要开始启动大规模的裁员，最多的话呢可能会裁员达到就是30万人啊，所以这个对于民众党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灾难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药价哈，就是美国的健保这个领域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一个是川普呢要对这个药价动手，这个过去啊，这个美国买一瓶药啊，同样的药大概要比欧洲呢贵5倍到10倍。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呢已经宣布，谁再敢把美国的药价调到德国、法国、英国的水平以上，这个 FDA 的话就会卡你啊，否则的话就会让你申请快速的通道，几周之内就完成审评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美国的药价直接打下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对很多的，包括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老百姓不怎么看病，但是要交高额健康保险的人，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因为之前你交健康保险很多都是药费嘛，现在呢这个药费下来了之后的话，你这个保险金额可能也会下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就是这个一群人呢，他们给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主要是一些共和党人哈，他们给这个财政部的部长贝森特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话呢，是推动并且立即停止对跨性别手术的纳税人补贴。就是以前呢，这个如果你去比如说一个人做变性手术的话，等于是可以走医保啊，等于是美国的纳税人替你来交这个变性的钱。但是呢，由于这个变性人呢，现在的相关跟他们就是有关的这种暴力行为不断的增加，这个现在变性人的这种暴力案件的话，已经超过普通人的几10倍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共和党人，他们要求财政部的部长贝森特，这是他可以这个通过一个签字就完成的一个就是 reassignment 啊，就是重新给他换一个类别。也就是说呢，以后的人如果想做变性手术的话，将不再由医保来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变性人的数量，当然也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个社会上的这种由变性人引发的这种暴力的数量。我们不是说仇视这个变性人哈，但是这个实际情况，我觉得很多人完全可以不走这条路，通过这种比如说哪怕是谈话或者是心理治疗的话，都可能让这些人更回归社会啊，就是走这个正常一个人的这个一生。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现在DEI 的东西在美国都在被逐步的清除出去。这个事情对我们美国人来说的话，对我们美国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2件大事了哈。一个呢就是关于黑克塞斯的这一次演讲啊，我觉得蛮鼓舞人心的哈。今天我是整个读了一下他的这个演讲的稿子。再一个的话呢，中国的垃圾时间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还需要一些耐心啊。然后呢，反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吧，我们每个人尽到我们的公民义务啊，把这个中共的邪恶跟周边的人都讲一讲。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加拿大的韩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或者很重要的话，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